位身着巫女服、头顶一片绿的少女，随着封神录的发售，第一次来到了世人的眼前。她就是和谢氏邹房子、八坂神奈子合称为首史三神的现人神东风谷早苗。然而，这位人气极高的少女，在真实的历史上其实是有人物原型的。这期视频我将带各位透过信仰的表面，看看这现人神背后的秘密。Hi guys， 这里是宾虚。那目前频道有6000多位粉丝朋友，依旧是熟悉的你投股我努力。等到8000粉，我将挑战自己，开一档专门讲解东方同人动漫漫画的栏目。要是能达到1万粉，我将 cos 一位东方女角色来录一期视频。大伙点赞加关注我们，直接开始吧。东风谷早苗的人物原型。在桑的老家长野县中有一个叫邹坊的地方，在邹坊地区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家族，名为首史。这个大家族的第78任家主就是东风谷早苗的人物原型，其名为首史早苗。那这时候可能就会有人问了，为什么东方 Project 中的早苗姓东风谷呢？我举个例子各位就懂了。蓬莱山辉夜这个角色想必大家都认识吧，他的角色原型是取自于日本经典文学作品《竹取物语》中的辉夜姬。那为什么咱们直接用辉夜姬这个名字呢？还非要自己起个蓬莱山辉夜的名字呢？这就要提到赞身为创作者的骄傲了。赞案创作的过程是自己从广袤的文化广场中寻找自己感兴趣的作为创作的灵感，然后加入自己的思考和喜好，最后做出了一个又一个经典的东方人物，而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哪怕按照原著给角色命名，人气可能会更高。藏也守住了作为创作者的初心，这和国内的某些打着三国旗号的垃圾换皮游戏一比，立刻高下立判。早苗姓东风谷的原因也是如此，源于现实，但又不拘泥于现实。当然，另一方面的考量也可能是不想让这位现实中的家主受到太多的打扰。早苗和邹坊子的关系。对于没有深入了解过封神录设定的观众来说，一个是首史的巫女，另一个是首史的神明，这两者是主仆关系。如果只从表面来看，确实如此，但当我们在通关封神录后，去查看封神录的设定文档，我们将惊讶地发现，早苗竟然是邹坊子的后代。很多人会认为这是曾志自己原创的设定，但其实这也是有现实原型的。答案就藏在邹坊地区首史家的族谱中。当首史早苗对着镜头翻开族谱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位于列祖列宗最顶端的是3个大字谢氏神，邹坊子的人物原型。也就是说，邹坊地区首史家的人都是谢氏神的后代。我知道在这个以科学闻名的时代，还有这样一群人认为自己是神的后代，大家肯定会觉得太抽象了。但类比一下国内的情况，大家就能理解首史家产生这种认知的原因了。在国内我们都知道，黄帝和炎帝大战蚩尤是神话故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自称是炎黄子孙。其次，在有物之前还有无物，科学这一概念也不过是近几百年间才有的，而在这之前的没有科学的时代，则占了人类文明中的大部分时间。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我开头提的一个细节了没有？首史早苗是首史家的第78代家主。如果按照中文互联网上对于一代人是30年的定义来算，首史家在2000多年前就存在了，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传统信仰，想改变一个人的认知并不难。最后补充一点，谢史和首史的日语读音十分相近样，用于区分汉字也仅有一字之差。首史家的祖传神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邹坊大战后，为何邹坊的原住民不愿接受神奈子的统治，反而都想让邹坊子回来呢？可能有人会说，这是因为人们习惯了青蛙子的统治，神奈子这个空降皇帝没有群众基础，这固然是一方面的原因，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我愿称之为强龙难挡地头蛇。注意，是字面意义上的地头蛇，或者我们一般把它叫做御剑公司大人，就是常常伴随着邹坊子出现的那条蛇。那并不是神奈子，而是御剑公司。如果说在邹坊子统治期间，邹坊子是皇帝，那么这头蛇就是丞相，并且和我们印象中负责出谋划略的丞相不同，有时御剑公司是真相啊，并且对于危害社稷者手段十分残忍，这就导致当地人十分的敬畏这头蛇，不接受神奈子的统治，也是害怕御剑公司的报复。那可能就会有人好奇了，邹坊子是怎么得到这么一位武德充沛的丞相的呢？是不是也去三顾茅庐了呢？怎么说呢？说出了你可能不信，就像玩宝可梦一样，路边随便抓的。顺手的是我800万神明的顶点，收服一个碎神替我办事，很合理吧？而现实中的首史家为了纪念这位忠心护主的碎神，
还为此专门建了一个神社——玉佐口神社，或者你也可以称呼为赤口神社。无论是哪种称呼，只是用汉字写出来的字不同，它们的读音和意思都是指那条忠心于现始神的蛇，并且当地人还认为只有守始家的人才能将这条大蛇重新召唤于人间。当然，这个就仁者见仁了。四现人神的真相。在东方中，我们常认为早苗被称为现人神，是因为只有他才能和走访的其余二神沟通，肩负起和神沟通重担的早苗，自然而然就成为了普通人心中的神。巧了，古代负责祭祀神明的大神官也是这么想的，他们自称能听见神的话语，能和神明沟通，以此来获得特权。至于他们给人们带来了什么好处，那很多了，提供了给人们除物质以外的一切帮助，跟神谈钱俗了。这一点被明治维新神道教改革进一步放大，在二战时到达顶点。那个时候全日本只有一个现人神天皇，通过将自己神化来让民众相信这是上天给日本人的圣战，你不参加就会被扣上叛国者、被神明抛弃之人的帽子。而战败后从日本人对历史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们还是忘不了现人神，毕竟神怎么可能是错的呢？神的本意是好的，只是让下面的人执行坏了。说完现人神的历史，我们再回到东方这边。我认为东方中作为现人神的早苗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幸运的是他能和青蛙子、神奈子沟通，受到万人敬仰，最后还能搬到幻想乡，这是普通人体验不到的人生。但同时他也是不幸运，只因为他能和神明沟通，他就被人推上了现人神的位置，却没人问他愿不愿意。现人神的身份把他禁锢在了二神的身旁，他无法作为一个人去追寻自己的幸福，只能戴起神的面具来保护自己。面具戴久了，以至于让他自己都忘了自己先是人后成神，正如石像鬼的面具戴久了就摘不掉了。早苗和迪奥一样，从不当人的那一刻起，就再也回不到原来的生活了。区别在于一个是主动，另一个是被动。综上，我认为对于文化作品中的现人神，我们应当采取文化包容的态度，但对于现实中那些自称现人神的人，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很可能是邪教，因为只有邪教头子才会不断地强调自己是神，以此来给他那套歪理邪说来增加合理性。那么以上就是我目前找到的关于早苗的不为人知的4点。下期我们讲解那场对于后世影响深远的走访大战，来看看这场我们耳熟能详的大战又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这里是冰须，喜欢视频的话记得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